係各位網友，呢、個琴日咁就我就聽到呢個委內瑞拉呢個地震嘅消息，咁就係知道非常之嚴重，因為佢2次7級以上嘅地震啊，咁咧係好危險嘅。第一次咧就已經震鬆咗啲屋，第二次再咁強震咧，就好容易造成好多倒塌同埋傷害嘅。係1900年以來嘅最強地震，委內瑞拉。直播 Donald Trump 政府係咪喺度崩潰中呢？呢個問題就係 Donald Trump 政府。我今日有條用AI 嘅我嘅報導片係講咗呢個 Donald Trump 政府要求呢一個增加嗰個撥款啊，for 呢一個美伊戰爭咧，係俾人哋鬧到爆嘅。呢個就係發生2場強震而家知道嘅情況係點呢？188人死亡，1520人受傷，呢個完全不可信。呢兩個地震接連爆發7.2級、7.5級，呢個係究竟死幾多人呢？資訊唔明確。委內瑞拉呢嘅因為一向獨裁政府嗰啲互聯網嗰啲嘢呢，啲資訊呢都唔透明，而且好多鄉下地區咧，估計最終死難人數幾千人，甚至有高達44% 嘅機率造成1萬人至10萬人嘅傷亡，咁就好嚴重啦。呢個就係2次地震咧，只係隔39秒啫。委內瑞拉特別嚴重，你就知道，自從查韋斯當政以來委內瑞拉就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個國家咧就窮起上嚟，咁咧就冇錢維修啲基建，啲房屋咧非常之老舊，所以抗震好差。佢又一向唔係好多嚴重地震嘅，呢次一震就大鑊啦。呢個就係125年來最大規模，呢個係大家睇下啲殘垣敗瓦，啲人嘅慘況，呢個就係一片殘垣敗瓦。而家真正嘅死亡人數唔知嘅，因為咧佢係有啲喺鄉下地方喺山上邊咧，仲係聯絡唔到嘅。呢個係依然係好啦。天災落咗一個已經受傷好慘重嘅國家，委內瑞拉苦咗20幾年，即係以前咧係最有錢嘅國家啦。我同大家講過，委內瑞拉小姐係贏好多環球小姐嘅，有2個地方專出美女嘅，委內瑞拉咧就專出選美皇后。嗰啲女仔咧自細就訓練選美嘅。咁第2笪好靚嘅地方就係烏克蘭啦，2個地方嘅戰情都嚴重啦。呢個就係咁就過去就係民不聊生。委內瑞拉咧就幾百萬難民走咗去第二度嘅，呢個係佢將近2000萬人口，難民去到400-500萬，有好多走咗哥倫比亞，有50幾萬人走咗去美國因為咧根本就係生存唔到喺馬杜羅嘅政權之下，基建失修，醫療不足。而家咧係由嗰個代總理嗰個女人嘅代總統啦，咁但係仲係嗰個以前嘅威權政府嗰套班子咧就管治嘅，我就睇唔到佢哋嘅生活咧有大幅度嘅改善。呢個就係我哋講下世界上最危險嘅地震帶之一就係南美，因為咧點解話佢最犀利咧？佢係好多好超級嘅地震咧，南美喎，歷史上。要講呢個地震，你相信大家而家我哋嘅地理學都知道啦，地質學知道啦，就因為咧就地中間針喺大洋中間針咧，就有熔岩噴出嚟，將嗰啲板塊推開，啲板塊推開咧就發生碰撞，咁而太平洋中間嗰個推力係最嚴重，所以環繞太平洋嗰個咧就係叫太平洋火環。呢個就係南美咧就係一個火環碰撞得好犀利嘅地方。呢個火環喺呢度，呢度就安第斯山脈啦。正係因為呢個咁嘅板塊推撞，所以安特斯山脈咧咪上咗去咯。呢個就係
原來都喺呢度嚇，呢個係智利嘅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嘅地震，1960年9.5級，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嘅地震。嗱，呢個黎克特制係咁嘅，每多一級呢，嗰個能力係多10倍以上。佢有幾種計法嘅，計應力啊、能力啊、呢個震盪力啊、推力。但係去到9.5級呢，就係幾百力，即係10幾20里內咧摧毀晒一世。世界上最犀利嗰次喺智利9.5級，1964年喺阿拉斯加9.2級，喺印尼9.1級，日本9.1級，2011年喺日本9.1，呢個係海底，呢個係海底，2011年呢個係智利嗰個係世界第一嘅，呢個世界第一嘅。嗱，主要係乜嘢咧？呢個納斯卡板塊推南美板塊，每年咧即係移動幾厘米嘅啫。佢推佢嚇，佢一路頂住，於是咧產生極大嘅摩擦區。呢個咧就南美板塊，呢個納斯卡板塊就落嚟推高南美板塊，就變形成咗安第斯山脈。嗱，呢個就係咁嘅。呢個咧就係簡單啲嚟講啦，呢度多啲碎板塊，呢度咧就咁。呢個咧就納斯卡板塊同埋南美板塊，呢度咧就斯科舍板塊，三塊板塊喺呢度，所以咧智利咧係好嚴重。佢咧就喺呢度啊，日本咧就喺呢度，日本喺呢度。歐亞板塊啊嘅推動，菲律賓、印尼呢個就係咁。納斯卡板塊，咁點解唔係成不停即係個地震係 on and off 嘅咧？個板塊咧，你拱佢咧，佢唔係一直滑，因為佢卡住咗啊，好多地方咧係頂住咗，咁於是嗰個力量啊，蘊藏嘅力量咧就醖釀咗喺度。一年係5厘米2寸，100年、500年不停累積，佢撞下到某點咧，一咳喐咗，一咳嗰下就係地震。嗱，臨界點嘅原因，我解釋俾大家聽。佢地下咧好多唔同嘅板塊，日咧都有啲細板塊咧，係因為咁樣推撞而產生一個滑動。呢個咁嘅滑動咧，就係每日都發生。所以咧，好細微嘅地震嗰個頻率咧係好高嘅，但係佢點解唔變咗個高更大啲嘅地震咧？嗰個比例係大幅度縮小咧，就因為佢一喐嗰下推到下一個板塊，下一個板塊咧剛啱又係臨界點喎。臨界點咧，佢又拱一拱。我解釋俾大家聽，嗰個臨界點嘅角度就係，如果呢個嘢好穩陣嗰陣時，你推佢咧，推佢冇問題。佢下一個咧，剛啱又去到邊緣就冧，你一推佢咁咪冧咗咯。每一次推落去都冧，個機會唔係好大，所以一連串推落去都過咗臨界點，嗰個機率不停減少，於是就造成一個更大型嘅地震。所以個地震大細咧係有一定嘅比率嘅，嗰個數目同埋發生嘅頻率係有一定嘅比率㗎。呢個就係其實就係個臨界點，呢個就係最後一粒沙。嗱，我解釋俾大家聽，呢個咧就係佢不停喺度推，呢個咧就叫沙堆定律，沙堆模型。你如果擺堆沙喺你嗰張台上邊，你不停咁樣粒沙落去咧，你唔知個沙堆點樣崩法喎？幾時崩？就係因為剛啱個沙落到去嗰刻，佢觸發一個臨界點，嗰個臨界點觸發第二個臨界點，於是佢就崩。呢個就係，所以呢個咧就係個機會率係咁樣產生。嗰個移動每次移動嘅頻率即係有幾多幾大威力，其實係有一定嘅 probability 計算出嚟，但係你永遠唔知道幾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冇辦法預測咧？
就因為我哋對地下嘅斷層啊，嗰啲斷塊，我哋根本完全唔知。我哋知道月球，我哋知道火星，但係地下根本我哋對地底咧係無知嘅，嗰啲板塊係無知。人類掘到最深嘅窿咧，都係得3里度嘅啫。我哋對真正掘落地下嘅經驗咧就非常細嘅。我哋對下邊嗰啲板塊究竟點樣構造，我哋咧係冇研究嘅。你既然唔知嗰啲板塊點樣構造，你唔知，咁你就唔知佢幾時去到臨界點。未來有冇機會預測到咧？呢個我唔敢話冇。AI 可能會預測到。AI 係用第二樣方法啊，將過去所有，如果你能夠更多嘅傳感感測器、更多衛星，然後咧你將所有嘅移動記錄落嚟，咁個 machine learning 咧就可能推測得到，靠 relation， 靠呢個，佢真係佢亦都睇唔到地底係乜嘢，但係咧佢就估到個 probability 出嚟，佢就開始估到地下究竟係點。所以過多10年咧，可能地震咧係可以預測嘅。嗱，火山爆發咧係可以預測嘅，洪災係可以預測嘅，呢個旱災係可以預測嘅，地震係不可預測嘅。呢個係地震係不可預測，所以地震咧係死更多人。AI 龐大嘅推算能力啊，係如果你將每次輕微嘅地震都擺咗落去嗰個數據庫度，然後去計算個 machine learning， 知道幾時爆發大型嘅地震同埋喺邊度咧，佢可能推到個 pattern 出嚟。人類可以探索宇宙，依然冇睇穿地層，呢個係我哋對不但止對地層非常無知，對於深海都非常無知。佢話我哋可以上到太空，但係幾里下邊嘅嗰個海峽咧，最深海溝咧，莫利海納海溝咧，我哋只係有1個探測器落去啫。至於鑽地咧就困難，曾經有人最深嗰個係一個金礦，曾經掘到地下3里咁上下。嗰陣時蘇聯試過鑽落去，鑽到咁上下咧，就溶咗個鑽就。我哋對我哋自己腳下嘅大地咧所知咧係好少嘅，呢個就係。好啦，最後4日嚇，呢隻 NMN 180蚊，一生一世賣完呢個就冇啦，呢個就係冇啦，呢個價錢係冇，以後都唔會俾你體驗下 NMN， 同埋呢個長度平衡嚇，生生益生菌嚇，最後4日一生一世118蚊。嗱，今日咧首先我介紹呢隻嘢俾你嚇，呢隻喺韓國咧好出名嘅呢隻 Soylab 防脫髮系列隆重登場。首先呢隻 Soylab 係乜嘢嚟嘅咧？佢喺韓國好出名。佢呢個老闆啊，2021年患咗乳癌。咁你知啦，一受化療嗰時咧，啲頭髮甩晒嘅，呢個係。咁佢咧就研究咗呢隻喺韓國最大嘅乳癌社區平台乳癌故事上邊咧，係承認 Soylab 係被公認為治療期間或者治療後頭皮敏感嘅癌症患者最值得信賴嘅頭皮護理品牌嘅。佢一個主要成分咧就黑豆啊，黑豆咧就係對呢個頭髮同頭皮咧係好有益處嘅。根據朝鮮王朝嘅醫學文獻《東醫寶覽》都有記錄噶啦。而家咧呢個就係腮邊嘅黑豆頭皮護理育髮洗頭水，證明咧呢個係好多臨床測試咧都證明用2個禮拜有效脫髮，減少 71%， 減少 60% 頭皮肥碎，減少咗 86% 頭皮嘅味道。7間廠商百次測試都認為最安心嘅洗髮體驗，呢個就係好啦。嗱，我哋睇睇嗱，呢一個咧就係洗頭水500毫升270蚊，就1件9折，2件7折。嗱，呢一個咧就係護髮育髮精華40毫升225蚊。